白人家庭拍全家福的时候，他们领养的黑人男孩只能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时妈妈叫他过来一起拍照，男孩有些迟钝，但还是笨拙地走到最后一排。随着快门的咔嚓一声，男孩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年近18岁的麦克有着2米身高的巨大体格，但学校给出的智力评测却只有6岁水平。他从小被父母抛弃，在政府的安排下辗转于各个寄养家庭，可不管到了哪里，耳边总是充斥着监护人因为他的去留问题而争吵。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自己悄悄地离开寄养家庭。没有住所的他只能睡在体育馆，观众吃剩的爆米花刚好成为他的食物。这样的日子维持了1个星期，直到这天晚上，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安妮一家人在回去的路上，正好看见形单影只的麦克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问麦克这是要去哪里，丈夫不想多管闲事，但安妮还是放不下心，因为她知道体育馆已经关门，如果放任不管，这个男孩很有可能在外面蹲一整晚。于是安妮邀请麦克来自己家留宿。她将沙发收拾出来后，告诉麦克，要是还有什么需求就上楼去找他。麦克还是第一次住进这么豪华的别墅，别说提需求了，他连做梦都梦不到这么舒适的环境。安顿好麦克之后，安妮反而开始感到不安，她担心麦克会不会半夜偷东西。身旁的丈夫告诉她，明早就会知道答案。第二天，安妮做好一切心理准备走下楼，想不到的是，麦克不仅没有偷东西，还把睡过的沙发整理得干干净净。安妮对自己的猜疑感到无比羞愧，连忙追出别墅。还好麦克没有走远，刚好今天是感恩节，要不留下来一起过吧。午餐时，安妮准备了丰盛的食物，麦克很拘谨，不敢多拿，他本能地藏了的小面包，为下一顿做准备。其他人一边用餐一边看着电视，只有麦克孤零零坐在餐桌前。看到这一幕的安妮受到了触动，于是她关掉电视，把所有人叫到餐桌前。过节本就应该有过节的样子，然后大家一起做餐前祷告。麦克不敢伸手，还是弟弟适应，叫他牵住姐姐的手。家庭成员们都没有嫌弃他，这是麦克最难忘的一个感恩节。吃过午饭后，安妮想带他去买点过冬的衣服，但麦克说自己有衣服，只是都放在家里了。随后便对自己的事情闭口不谈。安妮只好将车停下，一步一步询问他是否还有家人，如果不想去买衣服，可以带他回家去拿。于是在麦克的带领下，他们来到城市边界的黑人社区。安妮刚准备下车却被阻止，因为这附近有很多社会青年，不让安妮下车，实际上是在保护她的安全。麦克走到家门口才发现门上贴了封条，他连自己的母亲在哪都不知道，没有拿到衣服。麦克落寞地回到车上，安妮隐约猜到了事情，便主动带着他来到附近的商场。因为身材比较特殊，适合麦克的衣服很少，安妮怎么选都感觉不合适，最后还是麦克自己选择了一件最朴素的。 That's the one you like. Well, all right then. 晚上，安妮问麦克想不想留在这里生活。 I don't want to go anyplace else. 听到肯定的答复时，安妮非常高兴，于是第二天就腾出了一个房间。麦克几乎不敢相信摆在眼前的东西。 What? Never had one before. What, a room to yourself? A bed. 安妮又一次被触动，在遇到麦克之前，她完全想象不到这些人的生活有多艰苦。经历了这几次心灵的触动，安妮更加坚定了收养麦克的决心。于是她找到丈夫商量。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没想到丈夫早就偷偷去学校，将麦克的医疗保险负责人改成了自己。第二天，他们便召集孩子们，询问麦克是否愿意加入这个家庭。 Kinda thought I already was. 听到这样的回答，他们都很开心。于是安妮立刻开始办理领养手续。在政府机关，她才终于了解到关于麦克的事情。他的妈妈是个瘾君子，生了10几个孩子却没能力抚养，全部由不同的社区接管。收养麦克甚至都不需要经过他母亲的同意，但本着自愿的原则，安妮还是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女人的住所。得知自己的孩子被富裕的家庭收养，亲生母亲流出了悔恨的泪水。现在她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就这样，安妮正式成为了麦克的妈妈。麦克也渐渐融入了这个家庭。在学校里，他就像弟弟的贴身保镖；在家里则像个孩子，每天晚上听着妈妈讲故事才能入睡。恰逢圣诞节，安妮叫麦克跟大家一起拍合照，然后将这张全家福以新年贺卡的方式发到了所有亲朋好友家里。很快，白人收养黑人的事情传开。安妮的父亲不理解女儿的做法，专门打电话过来提醒她提防黑人。不过大家根本不在意这些评价，事情也在安妮的贵妇圈传得沸沸扬扬。有人以为安妮正在做新颖的投资黑人项目，纷纷表达了入股意愿。也有人认为收养一个黑人男孩会对大女儿的成长产生威胁。 Shame on you. 不过回家以后，他还是询问了女儿的想法。
姐姐确实在学校受到了流言蜚语的影响，但她表示这并不妨碍麦克成为她的家人，因为之前在学校里她就发现麦克无论是对谁都无比友善，这么单纯的男孩不该遭受旁人的鄙视。其实麦克一点也不傻，他也知道姐姐经常遭人说闲话，所以在学校里都主动跟姐姐保持着距离，但姐姐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反而主动坐到麦克那一桌。 Quit looking at me like that. I mean, we studied together at home. 这天麦克第一次跟妈妈提出需求，他想要一个驾照。妈妈有点疑惑，你又没有车，要驾照有什么用？直到麦克说他想有一个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妈妈瞬间心领神会。很快麦克有了属于自己的驾照。为了庆祝这一天，爸爸准备了特别的惊喜，是一辆崭新的汽车。全场最激动的却是弟弟，迫不及待的要麦克带他去兜一圈。两人在车里载歌载舞，玩的实在是得意忘形，而不遵守交通安全，往往容易引发事故。妈妈接到电话，火速赶到车祸现场。好在弟弟只是轻微擦伤，并不严重。反倒警察很疑惑，正常来说，安全气囊会以200公里的时速弹出，像他那么小的孩子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冲击，但他却像没事人一样。妈妈又去安抚陷入自责的麦克，看见麦克手臂上的伤口，才明白是他在关键时刻挡住了弟弟的致命伤。经过学校的性格评测，麦克属于保护型人格，一切事情都说得通了。无论是之前在黑人社区不让自己下车，还是车祸中保护弟弟，麦克的保护意识比其他人更强，结合到他庞大的体格，爸爸立刻意识到他是个橄榄球的好苗子，于是动用了跟教练的私人关系，把麦克安排进了学校球队。看到麦克一次拿4个沙袋，教练像是捡到宝一样，连连称赞他有天赋。然而当麦克加入到正式训练时，教练彻底傻眼了。麦克根本不会打橄榄球，接近满分的保护意识使他无法去撞击对手，这种本就需要身体激烈碰撞的运动项目，他却把对手扛在肩上满场躲闪。得天独厚的优势突然成了最致命的弱点，教练差点被他气晕过去，威胁到不好好训练就别想进比赛。一旁的安妮最了解麦克弱点，只要好好利用就会发挥出无限的潜力。 This team is your family, Michael. You have to protect them from those guys, okay? Listen. Okay. Tony here's your quarterback, all right? You protect his blind side. When you look at him, you think of me, how you have my back, how you have his, okay? Uncle Lumpy here is your tailback. When you look at him, you think of SJ and how you'd never let anyone or anything hurt him. You understand me? Go have some fun. 教练根本不理解安妮的训练方式，但接下来事实确实证明了，麦克就得这么调教。把队友当成家人的时候，他是一点也不给对手侵犯家人的空间，谁要是敢接近，就只能接受被撞飞的命运。很快，麦克就成了这片球场上最具威胁的存在。这是最尴尬的，就是教练他一个专业人士，还没有业余的安妮会教。Okay. What'd you say to him? Should get to know your players, Bert. He tested 98% in protective instincts. I said you could thank me later. It's later, Bert. 接下来的日子，弟弟每天帮助麦克训练，两人基本上形影不离。很快，春季赛打响，麦克作为首发队员为球队出征，但第一次比赛却是客场，再加上有这么多观众，麦克的表现明显有些怯场。接连得分的对手气势越来越少，不断的向他发出挑衅和言语攻击，局势也完全变成一边倒。教练急得焦头烂额，安妮也在场下坐立不安。偏偏这时听到对手球员的父亲在观众席得意洋洋，安妮憋了一肚子的火终于爆发。Hey, crotch mount. Yeah, you zip it, or I'll come up there and zip it for you. 虽然场下赢了气势，但场上的形势依旧没有改变，对手越来越嚣张，甚至替麦克的头盔来羞辱他，这明显属于犯规，裁判却无动于衷。教练护犊心切的找裁判理论，却收到了黄牌，他实在忍无可忍。This young man plays for my team, and I will defend him like he's my own son against you or any other redneck son of a bitch. 听到这话，麦克突然被点醒。 Don't worry, coach. I got you, babe. 他想起了妈妈说过的，球队就是你的家人。麦克，沉睡的巨人终于在这一刻彻底苏醒。下半场的比赛刚开始，麦克就像一头猛兽，爆发出洪荒之力，谁也拦不住。刚才还在挑衅他的对手，此时就像一只羔羊，毫无招架还手的力量，就这么一直被推到了场外。随着麦克找回了状态，后半场完全被他一个人接管。接连的冲撞和接连的得分，比赛结果史诗级反转。安妮更是出了一口恶气。 Deliverance. You see number 74? Well, that's my son. 第二天，弟弟把比赛录像、课程光盘寄到了各个大学招生办。
当他们看到对手被推出场外的名场面时，每个教练眼中都开始闪烁光芒，谁也不想放过这个未来的橄榄球巨星。于是，在麦克还没从高中毕业时，各个大学的招生办已经踏破了家里的门槛。安妮几乎每天都在接待名校派来的人，他们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好，甚至逐渐发现，要想拉拢麦克，首先要搞定弟弟。有时候选择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就像小编一直在纠结上清华还是北大，安妮夫妇自然希望麦克选择密西西比大学，因为那是夫妻两人的母校。麦克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样的选择让体育协会的人产生不满，他们专门派调查员约见麦克。经过调查，他们发现安妮夫妇一直在资助密西西比大学，认为麦克就是这对夫妻为母校投资的妻子。他们从收养麦克那天起，就是一场为母校输送人才的交易。如果放任不管，有违体育的公平。虽然这些都是调查员的猜测，但还是影响了麦克的判断。难道当初那些温馨的家庭生活都是精心的布局吗？想到这里，麦克再也无法正视眼前的妈妈，还没给安妮解释的机会，他就生气地转身离开。回去以后，安妮陷入反思，她好像确实左右了麦克的想法，从来都没有问麦克真正想去哪里。可现在发现这些好像已经太晚。与此同时，麦克重新回到黑人社区，当初街头的青年们很欢迎他的到来，让麦克跟着他们做一些小生意。这些人没有一个好鸟，喝酒喝多了便开始胡言乱语。听说麦克被白人收养，就拿妈妈和姐姐开玩笑。麦克绝对不允许外人说家人的坏话，即使对方人多势众，他也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维护家人。经历了这场激烈的搏斗后，麦克被黑人所排斥，彻底沦为无家可归的人。第二天，安妮四处寻找他时，突然接到了电话。安妮赶紧找到麦克，为之前的事情道歉。她告诉麦克，无论选择哪所学校，就算以后不打橄榄球，在她心中，麦克都是她的孩子。她尊重麦克的所有选择。I want you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It's your decision, Michael. It's your life. 盘根在麦克心中的结终于解开，他果断选择了密西西比大学。原因很简单，这个家庭喜欢密西西比，所以他也喜欢，不受任何人左右。几个月后，麦克迎来了大学时光，家庭成员们整整齐齐将他送到学校。安妮内心充满喜悦和不舍的矛盾。交代完所有事情后，连忙离开现场。麦克看出了妈妈的心思，他跟上去对妈妈 Need a 说 proper hug. 至此，电影结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现实比电影更残酷。迈克尔·奥赫在体育馆生活了12个月，才被安妮夫妇收养。现实又比电影更美好。麦克被安妮夫妇收养后，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为他的学业以及事业提供了巨大的帮助。2005年，迈克尔·奥赫进入密西西比大学，加入全美新生第一队，职业生涯中屡创佳绩。2016年甚至拿到2160万天价年薪。时至今日，他依然与安妮一家生活在一起，并保持着深厚的亲情关系。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安妮的收养，这个黑人男孩很有可能走上错误的道路。好在这个世界的美好总会得到传递。